自俄乌战争以来，克里米亚大桥总出现在爆炸与袭扰的新闻播报里，网络失联，定位失效，这片土地像被按下了屏蔽键。今天，我孤身前往，解锁真实的克里米亚，看见冲突之下不为人知的秘密。我现在在克里米亚的首都辛菲罗波尔。克里米亚呢，现在在国际上仍然认为是乌克兰的，但是它被俄罗斯实际控制。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个呢，就是俄罗斯的地图，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些立体的元素，它是代表了不同的地区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这是克里米亚共和国的国旗，这是俄罗斯的国旗。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辛菲罗波尔的市中心的广场了。它现在呢这边好像是有一个神父在这里讲这些什么话，我们过去看一看吧。现在在我身旁这个呢是这个地区最著名的教堂，从外面看的话不是很大，但是里面还是挺富丽堂皇的。然后来这里的游客也挺多，他们都是拿着手机在这拍照。说到宗教，可能很多人都有一种抵触情绪，但其实宗教它解决的是人的终极关怀。像现在处于战争当中，很多人可能宗教是他们唯一慰藉心灵的一个场所。这个公园呢，也是这边比较著名的一个地方了，因为它是有很多这种用铁片铸造成这些工艺品在这里，好有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感觉啊！这套碗天罡。刚才那个女孩啊，非常的整容脸，然后她在教堂那里很凝重，走2步又往回退，然后她出来之后呢，她把她的包放在地上，她蹲下在那里掏硬币，她要给零钱给旁边的那个阿姨，真的拿了很多一把的零钱，然后很沉甸甸的放在她那个阿姨的兜里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被这一幕很触动。这个蓝色衣服的女人呢，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独自在那里走着，一脸难过的样子。哎，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刚才她的那个位置是有人占了。在这边呢，因为网络是没有的，定位是不准的，所以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呢，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我这走着走着也不知道走到哪啊，突然间到了这个高洼地区，然后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个辛菲罗波尔的市区啊。这个圣诞节呢是1月7号啊，耶稣出生的日期，他们是比较热衷于过这样的一个圣诞节。圣诞好人。现在在克里米亚的雅鲁什丹，因为我现在没有网络，我也搜不到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还有呢，也是一个沿海的城市啊。这一个呢，也算是这里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标了。这也是耶稣降生的场景吗？现在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要不是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雪山的话，都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中国啊。这个山峰让我想起了泸沽湖的那个女神山。我现在来到这个湖的区域啊，这也是个景区啊，因为这里有一个最壮观的喷泉，在我的旁边。我还下去游泳了。
现在正在进入卧龙佐夫宫。这个卧龙佐夫宫呢，它是一个俄国元帅鄂龙佐夫建造的一个馆址。那后来呢，就收归国有嘛，然后就作为这个对公众开放的一个博物馆。一个避暑的私人的山庄都可以建成这样的规模。还有戴着头巾来这边还有婚纱照的人啊，应该是来自土耳其吧。也不怕人，我靠，这么胖，这么大一只，在这边可以看到旁边的雪山，还可以看到这个城堡。然后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海岸线，然后在这一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禁止滑板车，雅塔。这个是一个雕像，这个呢在地图上也是有标记的，挺吓人的。它这叫声太奇怪了，有一些厕所，好臭啊！这里怎么有一只猫在这里啊？这里也有一只猫，说话。嗨 ，Привет， 怎么烟雾缭绕？这种感觉太奇怪了，这么大的雾，在这里终于可以看到燕子堡了。现在呢，在我身旁的呢，就是这边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之一啊，燕子堡。无际的大海，我感觉这边可能天晴的时候会很不一样吧。燕子堡里面展出了一些画，这边还有一些雕塑啊。当时建造它的时候只是一个小木屋啊，被称为这个爱情小屋。后来又进行了加建。这是跟上这个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昨天天气预报说今天会100%下雨啊，结果今天天气还挺好。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剧作家契诃夫的故居，它这边整得像一个公园一样啊。Здесь осматривайте комнаты. 这是房间，这个饭桌，这也是个房间，这全是房间啊。Вот этот Джеки Чан, ваш, да, он китайец. Да, Китай. Брус Ли, да? 雅塔这个地方自古以来都是俄罗斯的上流社会热衷过来这边度假的一个地方。雅塔这个地方呢，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可能就会想到历史上的这个雅塔会议啊。我们就去看一看这开会议的这个地方啊。现在在我身旁的呢，就是这个 Levaditsky Dvorak。当时呢，就是这世界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还有斯大林在这里举办了这个雅塔会议。当时这个决定了，这个苏联要积极抗日，
同时呢，也安排了把东北的一些部分铁路的控制权交给苏联。这个是大家在课本上看过的照片啊，这里是可供游览的地方。这边还挺大的，它不仅仅是有这一个宫殿、这个博物馆一个它周边还有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它还有一些店铺像在我这一边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咖啡店昨天把很多的海洋垃圾树枝什么的都拍到岸边来了，这些是环卫工也是淘宝客了。克里米亚从不是只活在新闻里的名字，更是名副其实的山海圣地。这里的人温和亲切，就像回到那熟悉的环境。离开了克里米亚，我的旅程已将继续起航。